最近的异世界转生已经不满足于从现代抓人了，高中生社畜有什么好抓的？古代阴阳师转生你肯定没见过。话说我们的男主是个非常强大的阴阳师，但是却遭遇朝廷陷害，不幸郁闷。临死前他发动转生术，决定从头来过，却不想着一转生直接给自己干到了异世界。这是一个人魔对立的魔法世界伍德怀特帝国。男主转身为魔法世家兰普洛格家的第3个术士赛卡，是个没有任何魔力的人族，但赛卡一点也不担心，他用树叶偷偷实验了一下，发现自己召唤事实的能力仍在。二哥格雷从他检测出是个无魔力的废物起，就会经常找茬欺负他。不过他还没动手，乌鸦就飞过来对格雷进行正义制裁，还是大哥鲁夫特跑来赶走了乌鸦，带走了格雷。赛卡长到了7岁，他在家里相当于小透明，几乎没人管他。他了解了不少这个世界的事，他所在的国家很强大，而且和平富饶。靠着造纸术，他很快做出了召唤式使用的符纸。结果第2天打开衣柜，却发现自己的外套不见了。只是门被敲响，女仆伊法从外面捡回了他的外套。不用说，肯定又是格雷干的好事。格雷走过来向赛卡炫耀自己要去魔法学校上学，而且还是培养出好几位宫廷魔法师的罗德内亚魔法学院。像赛卡这种废物肯定是进不去的。伯爵父亲呵斥了格雷，今天要检验他们的魔法。赛卡就是伯爵，问他能不能一起去。鲁夫特和格雷分别使用的是风和火魔法，中规中矩的程度。格雷想要赛卡出丑，故意把自己的魔杖递给赛卡，让他也试试看，打脸的机会不要白不要，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虽然已经发誓不再执着于力量成为强者，但是这几年的生活让他明白，弱者就会一直被剥削。赛卡使出鬼火之术，将石头带凳子一起炸飞，这可惊呆了异世界的土著，居然是吴永昌的蓝色火球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主线任务之一打脸目标完成，得到奖励，父亲的认可。之前也有无魔力者能使用魔法的例子，但却没有人成为魔法大家，所以对赛卡想要学习魔法的请求，伯爵没有同意，但还是给小儿子们配备了和哥哥一样的家庭教师。在持续不断的学习后，赛卡长到了11岁，前世的他封印了几只能充当战力的妖，所谓封印就是将其传送到相位，只要打开大门将其召唤。不过他都到了异世界，也不知道式神还在不在。赛卡尝试召唤管狐，一只小萝莉从大门中被召唤出来，兴高采烈的扑倒赛卡，她就是赛卡前世的式神小雪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世界后，小雪就从妙龄女子缩水成了白毛萝莉。试验成功，赛卡就要把小雪传回相位，小雪不想回去，于是变成了小狐狸，藏进了赛卡头发，这样就没人能发现她了。作为一个标准小炮灰，格雷越长越人渣。在他试图对小女仆伊法图谋不轨时，被赛卡阻止，两人的关系越发恶劣。伊法将赛卡带去后院，一只小魔兽被鸟类攻击的奄奄一息，他想请求赛卡帮忙叫救主。赛卡让伊法转过身，用阴阳术救活了小魔兽。伊法很佩服赛卡，虽然没有魔力，但却能像鲁夫的格雷一样的使用魔法，而且赛卡也看出了伊法的不同，他可以看到动物的灵魂以及灵体，灵体会汇聚在魔力的周围。不过赛卡很特别，因为所有灵体都对他避之不及，而且灵体也不是经常听伊法话的，只有一次因为调皮被伊法大声呵斥才逃走了。赛卡前世就对操控灵魂很感兴趣，没想到还真让他碰到了有这种天赋的人。他问伊法想不想学魔法，随后用咒术召唤出一团人魂，让伊法试着将其消除。伊法尝试了很久，真的成功了，说明他是有天赋的，只是能力不足。之后赛卡就开始给伊法进行定期特训。1年时间过去，赛卡12岁了，不过没人在乎他的生日，他没有收到礼物，甚至连伯爵的影子都没看见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他已经习惯了。格雷又来找茬，要和他比剑术。鲁夫特上前解围，士官长在教他们剑术，所以他们也想带赛卡一起练习。这时女仆匆匆的跑来说，市区附近出现了大型魔兽，碰巧在场的伯爵用火魔法击退了他，但是魔兽逃进了森林，如果沿着山脉跑来，很可能会逃向他们这里。赛卡突然说已经到了，紧接着一阵地动山摇，打开窗户一看，魔兽已经出现在了宅邸附近。格雷吓得扭头就跑，鲁夫特还算冷静，指挥下人们关闭窗户躲进房子里。赛卡二话不说冲了出去，正巧目睹即将遇险的伊法指挥人魂暂时击退了魔兽。赛卡将魔兽引到庭院，夺鬼之火术发动，魔兽当场扑街。谁都没想到这么凶猛的魔兽居然被赛卡一击毙命，大家立刻对赛卡刮目相看，就连赶回家的伯爵都惊呆了，因为赛卡的出色战绩，晚餐变得非常豪华。伯爵还打算对他进行奖励，于是赛卡立刻提出想要就读罗德内亚魔法大学。伯爵答应了，不过条件是他要自己通过入学考试，赛卡还要带上伊法一起去。在赛卡的训练下，如今的伊法已经能够成功的使用火魔法，一手终极魔法惊艳众人。伯爵答应伊法一起入学，但格雷不干了，兰普洛格家世代不允许兄弟走上同一条路，大哥要继承领主之位，去上魔法学院的明明是他，赛卡明明应该去帝国军才对，凭什么要让废物和奴隶入学？伯爵表示他没打算破坏规矩，而是要让格雷去帝国军。这几年他根本就没有好好磨练魔法，而是和狐朋狗友到处游手好闲。格雷不敢反抗伯爵，就把矛头对准了赛卡，要和赛卡以入学为赌注决斗。
斗，如果赛卡输了就要离开这个家。赛卡答应了，于是两人的决斗定在明天下午，规则按照帝国正式做法为准，禁止使用真剑和中级以上的魔法攻击。鲁福特晚上找到赛卡，送了他玻璃笔作为生日礼物，并为一直疏远赛卡的事道歉，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和他相处。不过看到赛卡这么出色，他对此感到骄傲，还希望明天的决斗赛卡能手下留情，并祝赛卡顺利入学。结果鲁福特刚走，赛卡房间的窗户就让格雷给掀了，他等不到明天，现在就要和赛卡进行决斗。格雷认定这一切都是赛卡阴险的计划，不过是碰巧出现了一只怪物，又碰巧被他打倒了而已。他要和赛卡进行生死对决。赛卡提醒他，中级以上魔法很危险。格雷当然不会听，对着赛卡一顿狂轰乱炸，笑死连防御都破不了。赛卡慢条斯理地掏出符咒，将格雷定在原地，既用咒术教训了格雷一顿，让他明天找伯爵弃权。毕竟答应了鲁福特要手下留情，但格雷说他是碰巧打倒的魔兽，这可就不对了，因为从一开始的魔兽袭击就全在他的计划之中。他先在山里召唤出式神入道，派他将魔兽赶出巢穴，张开了不让人发现的结界。虽然没想到魔兽会跑到市区，但总体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小雪不明白赛卡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复仇计划，凭借他的力量，很多事情都能如他所愿。赛卡前世就是被毫无力量的人设计杀死的，所以这一世他想要融入世界，成为弱小人群中的一员。之后赛卡和伊法告别鲁福特，踏入魔法学院。赛卡送了伊法一个魔法石吊坠，能辅助他更好的使用精神魔法。两个人都很期待今后的旅程。结果走了没多久，赛卡就倒霉的发现自己晕车了。还好他们很快就到了学院都市罗德内亚。其实赛卡不知道，他并不是伯爵的亲生儿子，而是他弟弟吉尔伯特的孩子。吉尔伯特是个非常自由的青年，从学院毕业之后成为了冒险家，到处探索，之后就在魔族领地失去了联络。12年前，一个女人将赛卡这个伯爵后就消失了。在这个国家，黑发黑眼的稀有婴儿从小就会使用魔法，所以他的两个儿子才会疏远赛卡。他以为赛卡会和魔族有联系，但却测出赛卡没有魔力。他不是傻子，赛卡2次展现魔力时都发现了异常。他让格雷去帝国军也不是恨铁不成钢，而是因为赛卡太危险了。赛卡可能成为保护国家的勇者，亦或是毁灭世界的魔王。吉尔伯特说过学院是个好地方，但愿现在也是如此。来到罗德内亚后，赛卡和伊法住进旅馆，直男对小姑娘情窦初开，自检诊戏毫无反应，被小雪嘲笑一点都不懂得女人心，不好好了解女人可是会吃苦头的。第二天，两个人来到魔法学院进行入学考试。赛卡因为伯爵之子的身份，很快引起他人的注意。第一项是检测魔力，这个世界有4种属性魔法，并有各自的魔法体系，分为火、风、水、土以及光暗属性。伊法是火与风属性，但赛卡把手放上去却毫无反应。他实话实说自己没有魔力，引得众人议论纷纷，都觉得赛卡是走后门的贵族。这时一个红发少女阿米优打断了众人的讨论，她居然是全属性的天才。赛卡为阿米优为她解围的事情道歉。美少女是个傲娇，虽然替赛卡解围，但她也认为赛卡是想走后门的贵族。而阿米优的出现也让赛卡感到惊讶，她居然和自己前世的熟人长得一模一样。入学测试又被称为龙傲天的装逼第一天，笔试完了之后是魔法测试。操场上矗立着5块不同属性的石块，要求学生们对着石块释放魔法，成绩采取积分制，击中越多的石块越有利。不过一般人只有1种魔法，能挑战的也只是1块石板，成果也不怎么样。很快轮到伊法出场，终极火魔法瞬间将石块烧穿。伊法又来到下一块石板，依旧是终极风魔法，威力惊人，看得大家目瞪口呆。标靶都碎成这样了，还让他们后面的怎么玩？老师赶紧表示他们还有备用的标靶。伊法忐忑地回到赛卡身边，以为自己也做得不好，但赛卡就很惊喜，伊法的风魔法居然学得这么好。看到弟子有所成长，他欣慰到哭泣。下一个就轮到了赛卡，大家都疑惑他一个无魔力的废物要怎么考魔法。只见赛卡召唤出蓝色的火焰，在标靶上熊熊燃烧，经久不息。紧接着赛卡又尝试土魔法，他将金和土流入标靶内，甚至懒得想名字，随手一指，城中的黄铁矿就冲破石块生长出来。之后赛卡又拿出符纸制造水流，将整块水属性的标靶封冻后，宣布就试到这里。他用阴阳5行代替魔法使用，风不在5行之中，光和暗他也摸不着头脑。即便如此，他所展示的也实实在在吓到了大家。赛卡和伊法就已经够让人震惊了，而另一组老师负责的阿米又更是恐怖。他是自创校以来第一个破坏所有属性标靶的考生，搞不好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勇者。很快入学名单公布，阿米优、伊法、赛卡分别成为前3。成绩发布的几天之后，他们正式入学。今天是开学典礼的日子，赛卡在和伊法去礼堂的路上察觉到了异常，大量的暗精灵聚集在森林周围。赛卡走进去查看，发现地面上有着一个怪异的魔法阵，害怕是学校装置，他们没有煽动。赛卡偷偷留下符纸监视，和伊法继续前往会场。新生代表阿米优上台致辞。这时赛卡突然感受到魔法阵亮起，只听轰的一声，大量恶魔冲入礼堂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有些学生冲在前线对抗恶魔，然而他们的初级魔法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。就在赛卡看不下去准备出手相助时，阿米优挺身而出和恶魔缠斗。赛卡注意到恶魔的小动作都很迟钝，比起破坏更像是来侦查的。他用符纸观察礼堂周围，很快发现魔法阵前施法的术士。赛卡叮嘱伊法觉得危险就用魔法逃走，随后他
他的身影凭空消失，原地只剩一个纸人。诡异的歌声在林中响起，赛卡单枪匹马来和恶魔玩玩，只以为赛卡是个着急立功的小屁孩。恶魔召唤3只眷属冲向赛卡，2只被当场秒杀，最后1只赛卡将其强行收服，当面偷家以示挑衅。看来这小屁孩还算有点本事。恶魔召唤出数把巨剑，他是司长火与土的金属恶魔。赛卡用来对付小恶魔的符纸对他毫无作用。恶魔向赛卡扔出巨剑，速度很慢，赛卡随便一扭头就能躲过。就在他疑惑之际，巨剑突然擦着他的脑袋又飞了回来。恶魔用转移魔法改变了巨剑的轨道，恶魔挥出火焰，赛卡急忙跃起躲避，却没想到恶魔突然瞬移到他身后一刀劈下，赛卡断了1只手臂。他问恶魔在寻找什么，而恶魔居然寻找的是传说中的勇者。魔王和勇者的传说根本不是童话，而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。说着，恶魔一刀砍掉了赛卡的脑袋，准备继续去找勇者。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诡异的歌声再次响起。恶魔惊悚的回头，发现赛卡居然毫发无伤地站立在巨剑上。恶魔对着赛卡的脑袋扔出飞刀，赛卡被击中，但又很快复活。恶魔不信邪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到赛卡无法复活为止。勇者也是一样，必须在他变成最强之前杀了他。赛卡只觉得无聊，你以为只有力量强大之人才能撼动世界吗？所谓力量指的是数量，强大则是能狡猾地操纵他们。一个人的暴力对世界来说不值一提，这可是曾经当过最强的肺腑之言。说着，赛卡降下大量流水，将恶魔所在之地淹没。恶魔用转移魔法逃走，从头顶朝赛卡扑来。赛卡侧身躲避，召唤雷兽，在全身湿透的状态下被雷击中，这一下应该结束了。然而雷电散去，恶魔却消失在原地。紧接着，赛卡的身体被一只手从后贯穿。你以为我是碟中谍，其实我是千层饼的。赛卡一把抓住恶魔释放爆炸，自己则借着远处的纸人完好无损的转移。恶魔不服输，他还能继续战斗。赛卡拉奇怪的符咒肯定所剩无几了，而赛卡一个响指，铺天盖地的纸符布满2人周围。这个是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一点一滴做出来的，而战斗也是时候该结束了。赛卡召唤角龙将恶魔一口碾碎，本想装逼耍个帅，没想到角龙到了异世界居然想逃跑。赛卡费了好大劲才把角龙赶回相位。等他回到礼堂，这里的战斗也结束了。阿米又一个人打倒了所有的小恶魔。一个人不管再怎么强大，也会被周遭众人拉下并击溃，这是前世赛卡亲身经历的痛，所以他才需要有人代替他成为最强。只要躲在最强的保护伞下，一定能得到最大的利益。而赛卡看上的人正是身为勇者的阿米尤。而恶魔袭击时间过了1个月，赛卡的好朋友计划却一点也不顺利。先不说阿米尤根本看不起他，而且他也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和人成为朋友。赛卡和伊法走在路上，头顶突然掉下一个陶罐，赛卡及时用转移术士带走伊法，才让2人免于被诡异的绿色液体浇头。这时戈德老师从窗口探出头，里面装的是用来研究的媒介。他本来打算用暗魔法将壶转移到楼上，却没想到出了岔子。下周是建校纪念仪式，学校将会停课。卡林老师安排排名前2位的阿米尤和伊法将新生名册拿到罗德内亚森林里的神殿供奉。一想到森林里出现的恶魔，赛卡就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于是举手提问其中1人拒绝怎么办。这个时候就会由第3名同学代理。于是赛卡命令伊法回绝老师，既然是传统仪式，就不应该让奴隶去做。伊法当然不会生气，他知道赛卡肯定有什么计划。赛卡表示是为了扭转阿米尤被人反感的印象。这一下伊法可醋到家了，原来赛卡喜欢阿米尤那样的女生。赛卡说他只是觉得阿米尤很强大，想要抱大腿而已。伊法急切地表示他也能变强，而且不希望赛卡再做出那样的事了。听到赛卡被说坏话，他会觉得不舒服。就这样，到了仪式当天，赛卡阿米尤穿过森林前往神殿。阿米尤问赛卡到底想做什么，那个巨乳奴隶已经无法满足他了吗？居然连同学都想出手。赛卡反驳他和伊法不是那种关系。随后惊奇阿米尤居然也会说下流话。阿米尤还没反驳，头部却突然传来一阵刺痛。紧接着赛卡的周围树桩上发现了一个魔法阵，2人靠近后，魔法阵突然扩大，紧接着白光一闪，他们被传到了一处阴暗的隧道里，周围还有魔物环绕。阿米尤利落出手消灭了3只魔物，似乎对这种事非常习惯。阿米尤刚收起剑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只怪物，赛卡放的木桩来了个爆头，怪物出没，构造又像地下道，他们可能被传送到了迷宫里。阿米尤很冷静，第一时间就开始寻找出口。迷宫的生存率很低，很难等到救援，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被转移到了哪里的迷宫。要搜索这样的遇难者，就连专职冒险家都不愿意去做。赛卡拿出符纸照亮，又让纸人紧贴天花板，感应他在学校里面的风行式神。前方出现了大量怪物，阿米尤兴奋地拔刀冲上前，结果因为一时疏忽，被怪物一拳捶到地上爬不起来。赛卡立刻折返，发动木桩保护阿米尤，却让阿米尤陷入昏迷后，赛卡召唤出百足虫将周围横扫一空，又将阿米尤的伤转移到纸人上。但阿米尤醒来之后却仍头痛难忍，一张开结界后疼痛就消失了。赛卡怀疑他中了诅咒，阿米尤确定是入学的时候才有的这个毛病，但他不认为是诅咒，因为他身上没有咒印，不过可能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。于是阿米尤就脱下衣服让赛卡仔细查看，但也没有发现什么。赛卡又
了阿米欧一根头发绑在纸人上，这样纸人就能成为他的替身。阿米欧对赛卡很好奇，他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知识？真的没有和伊法亲近过吗？就连他都看得出伊法喜欢赛卡。赛卡表示他们只是朋友。阿米欧不信，哪有贵族和奴隶做朋友的？赛卡说自己只是庶子，家里大家都不待见他，只有伊法愿意平等待他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成了朋友。但赛卡的真实想法就是不想投入太多感情，即便转世，他也不相信任何人。阿米欧的母亲是工会干部，父亲是冒险家，不过他不太愿意谈起自己的家庭。他非常喜欢战斗，不管是跟怪物还是跟人，父母都觉得他很奇怪。通常大家都会在乎冒险以外的事，受了伤会痛，会害怕死亡，但他却完全没有。以前遇到过大规模的冒险队死一半的人，但他却兴奋的还要继续冒险。大家都觉得他疯了，所以他在离开工会来到学校也是为了变强。只要变得比任何人都强，战斗就会很无趣，这样他就能变成普通人了。但是他发现自己在和怪物战斗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有趣，他或许真的是个怪人。赛卡并不这么觉得，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留下子孙传承到下一代，为了在各种环境下存活，留下不同的子孙很重要，只是适合阿米欧的环境还没到来罢了。而且阿米欧除了战斗，不还喜欢下流的话题吗？不会说话的赛卡惨遭阿米欧飞拳警告，不过因为赛卡的安慰，他也振作了起来。两个人继续探索迷宫，一路上配合默契，战胜了迷宫王纳加。阿米欧兴奋地扑向赛卡，他还是第一次打迷宫 BOSS， 和赛卡的合作也是完美无间。讨伐迷宫的奖励是一把秘银宝剑，赛卡把剑给了阿米欧，他拿走了一枚掉落的戒指。两个人约好以后还要一起去冒险。之后两个人顺利离开迷宫，将发生的事告诉了老师。不过老师们都不知道神殿底下还有迷宫，魔法阵也早已消失，无法查出犯人。而就在当晚，赛卡找上了歌德老师，问他仪式进行的是否顺利。原来歌德就是潜入学校的魔族间谍，他放魔族进学校，设置迷宫都是为了葬送勇者。见身份被拆穿，歌德是一秒都不想装了。赛卡证据都没摆出来，就迫不及待的跳反。没错，间谍就是我。歌德无疑是个天才，可惜才能没用在正道上。他创造出了远程攻击阿米欧的诅咒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耗时很长。既然被赛卡发现，那就只好请他去死了。然而歌德刚演绎狂笑完，就听赛卡问他，难道没发现诅咒已经不在阿米欧身上了吗？他的设定是淋到恶魔之血的人为诅咒目标，而阿米欧在入学典礼上打败了恶魔，赛卡将被他抓获的恶魔杀死，淋上恶魔之血，将诅咒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歌德只觉得赛卡疯了，就让自己承受他的诅咒。没想到赛卡念了一段咒语，直接将咒返还给了歌德。歌德害人终害己，被自己的咒语反噬七窍流血而亡。别忘了，诅咒可是阴阳师的专业。解决了卧底，这下普通的校园生活终于能开始了。赛卡把戒指送给了伊法，他也如愿以偿的和阿米欧成为了同伴。龙傲天赛卡迎来了学院的第2年开学典礼。今天的新生入学一点都不够刺激，赛卡在学校各处都安插了监视符纸，都没有发现异常。这时学院的副校长找来，让他和伊法明天傍晚到校长室一趟。阿米欧调侃又通知他退学，赛卡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但还是和伊法一起去了。他们入学这么久都没见过校长，还以为只是帝都的官吏挂个名，没想到还真有其人，而且还是亚人。校长不爽的纠正他不喜欢亚人这个称呼，他是矮人族。赛卡的傲慢让校长想起了他的叔叔，两个人不愧是血亲。赛卡听懵了，他从没听说过他父亲有兄弟。言归正传，校长这次招两人来是为了让他们去参加帝都举办的综合武术大赛。说着校长叫出了今天刚入学的新生梅贝尔，学校会出2个名额，一个是梅贝尔，另一个在赛卡和伊法之间选择。赛卡很在意那个新生，于是主动拦下了名额。听说这件事的阿米欧很不满，为什么这种事不来找他？因为大赛规则今天可以改成使用魔法，所以学院也获得了比赛资格。为了提升学院的评价，所以他们务必参加。而高年级因为沉迷研究没空参加。关于为什么选他，赛卡也问了校长，校长表示这是年长者的第6感。阿米欧不服气，论剑术他可不会输给任何人，但要说非要参加，他其实也没多大兴趣。比起和人家打架，他更喜欢怪物，他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在候选里。赛卡和伊法都是魔法师，在对战中，魔法又比剑术更难对人施展，因为打中对方可不只有轻伤那么简单，一般人很难控制。阿米欧觉得那个新生梅本就是走后门的贵族，想利用在学校参加比赛的经历给未来铺路，等到比赛时就主动弃权，肯定是被无忧无虑养大的，背后说人坏话，结果还被正主听见了。三人一扭头，梅贝尔就站在身后，两个人一见面就火药味十足。梅贝尔回击，阿米欧才是被宠坏的大小姐，没有被选中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实力而已。阿米欧也不是吃素的，借了模拟剑就要和梅贝尔决斗，赛卡没有阻止，这也是他认识梅贝尔实力的好机会。结果比赛开始，阿米欧没撑过2个回合就被梅贝尔击倒，他还不忘对勇者进行嘲讽。阿米欧不服，说好了不用魔法，梅贝尔却在一开始使用了暗魔法。梅贝尔并不否认，就是因为他以为下次还有机会，所以才这么弱。围观的赛卡也被无辜波及，要是他态度还这么轻浮，就应该马上退出，这可不是毫发无伤就能完成的比赛。赛卡表示他会考虑的，才怪。一段时间后，赛卡和梅贝尔坐上了前往帝都的马车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伊法和阿米欧也跟来
来了，伊法要照顾赛卡，至于阿米优，纯是因为不服输跑过来观战的。车厢里时不时出言嘲讽他们的梅贝尔显得格格不入，他觉得学院里都是些天真的小孩子。赛卡懒得和他辩解，毕竟他在梅贝尔眼里也是傻白甜。马车到了帝都，梅贝尔一下车就不见人影，晕车的赛卡已经快吐了，但还得撑着去竞技场看分组名单。赛卡推断他和梅贝尔应该会在决赛碰上，赛卡借口不舒服回去休息，让阿米优和伊法去逛街，自己暗中着手调查学院派他出战的原因。帝都综合武术大赛很快开始，因为改了规矩可以使用魔法，参赛者一多半都是魔法师。为了防止选手在比赛中丧命，比赛追加了一项护符损毁，护符将代替拥有者承受攻击，超过极限便会损毁。第一场比赛是赛卡对战杂鱼佣兵，杂鱼没什么看头，被当场秒杀。小雪探头问赛卡打算赢到什么程度，他认为还是不要太显眼的好。最近赛卡的行动似乎缺乏思虑，而且还在过度使用术士监视会场。赛卡表示这是必要的，甚至比这场大会还重要。继赛卡之后，第二场比赛是水魔法师贝雷对战商会护卫凯尔，这是一场非常诡异的战斗。贝雷在那瞬间就像被定住一样无法动弹，凯尔径直走上前对着贝雷一刀割喉。比赛中出现了第一名死者，但观众却在振臂欢呼，明显将死亡当成了娱乐节目。但凯尔在杀完人后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明显是已经习惯杀戮了。凯尔的一只眼睛不对劲儿，赛卡猜测他可能是将咒术搭在眼睛上，用眼神诅咒对方的邪眼使者。赛卡第二战对战的是人偶操纵师，赛卡直接召唤莲佑砍碎了对方的魔像，轻松赢得胜利。当然这得伪装成风魔法，毕竟比赛场上禁止召唤师出场。伊法自从看了凯尔的战斗后就一直很担心赛卡的安危，但阿米优笃定赛卡能赢得冠军，毕竟这种比赛对赛卡来说就像和小狗玩耍一样。赛卡安慰伊法自己不会有事。场上梅贝尔的战斗也已经开始了，他这一次的对手是强大的土魔法师赫罗。梅贝尔的西剑非常轻松切断了赫罗法师的实弹，赫罗见势不妙，立刻竖起石墙掩护，开始咏唱高级魔法。但没想到他坚硬的石墙在梅贝尔的飞刀面前像豆腐一样不堪一击，不管竖起多少都能轻松破碎。赛卡推断梅贝尔应该是在剑上附着了重力魔法，将其变得比岩石还要重。先不说他武咏唱就能使用的精湛魔法技巧，光是他的剑术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。赫罗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打断法杖之后果断投降。这场战斗非常精彩，主持人夸赞梅贝尔是红发的勇者，这话引起了赛卡的注意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梅贝尔和历史上第二位勇者的名字一样，就连使用的武器也相同。赛卡瞬间明白了一切。深夜，绿毛男偷偷放飞了一只信鸽，然而鸽子刚刚起飞就被一只老鹰叼走。赛卡出现在绿毛男面前，问他是不是魔族间谍。绿毛男试图偷袭赛卡，反遭捆绑捕猎。从进入帝都开始，赛卡就不断到处安插眼线收集情报，并利用式神听到了绿毛男和情报生的对话。绿毛男不敢开口，赛卡也没打算拷问，而是召唤出了能读取人心的怪物诀。简单来说，绿毛男就是安插在帝都的魔族间谍。魔族的一个大公爵预测到了勇者诞生，所以打算派人在勇者没成长起来解决掉他。信件上记载了勇者是梅贝尔的内容，因为他的出生年份、性别和发色与预言相同，再加上去年魔族送入学习的间谍和刺客神秘的消失，情报商之间还流传着梅贝尔就是勇者的消息，让他笃定勇者就是梅贝尔。一番拷问后，赛卡终于理清了所有线索，就绿毛男喂给了诀以绝后患。赛卡召回劫走信鸽的式神，可惜信件都是用暗号写的，读不懂也只好销毁。反正他已经知道学院的目的了，那就是让梅贝尔假扮勇者吸引大众的注意，好让魔族从真勇者阿米优身上移开视线。人族里有魔族间谍，而魔族里同样有人族的。在哥德知道阿米优是勇者时，学院也得到了这个情报。因为赛卡杀了哥德和恶魔，阿米优就是勇者的情报没能传回魔族，只知道魔法学院里强大的红发女孩就是勇者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。学院反过来利用这个情报推出了和阿米优同年的梅贝尔，所以这次比赛没有让阿米优参加。梅贝尔这个名字肯定也不是真的，赛卡也不在乎，只要他能保护阿米优就好。不过关于学院为什么要他一同参赛，赛卡还得调查一番。第二天的比赛中，西岩凯尔又以同样的方式赢得了胜利。名为雷的年轻骑士因为能使用4种魔法也备受瞩目。赛卡和梅贝尔一路过关斩将，顺利晋级。明天就是他们俩的准决赛。梅贝尔让赛卡弃权，他是无论如何都要获胜的。他知道赛卡很强，所以没办法手下留情。赛卡难道想死吗？赛卡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想要晋级决赛就堂堂正正的一决高下，要是没自信赢他就明说。梅贝尔负气离开，不忘警告赛卡赶紧弃权。因为凯尔和雷英的对手双双弃权，所以主办方决定今天就地举行他们的准决赛。这场比赛下来，雷英也还知道凯尔的能耐。比赛一开始就用光魔法提升了自己的抗血眼耐性，血眼失效，但凯尔完全不为所动，仍旧持剑朝雷英走去。雷英使出多种魔法攻击，却起不到一点作用。很明显，凯尔和梅贝尔一样使用了重力魔法。眼看凯尔越来越近，雷英创造出数只魔像站在面前。凯尔脚下突然涌出一团影子，化为尖刺，将石像齐齐消灭。雷英趁机冲向凯尔，却离凯尔一步的地方动弹不得。凯尔用自身影子刺向雷英的影子，将其禁锢在原地。就在凯尔挥刀的瞬间，警笛声响起，裁判判定凯尔获胜，晋级准决赛。明天就是比赛的最后一天了。赛卡不想出风头，本来决定明天输给梅贝尔，只是赛卡突然通过式神观察到梅贝尔出现在窗外，他立刻抱着小雪扑到床下。下一秒，梅贝尔砸进他的房间，两个人一路打到窗外。梅贝尔居然想要夜袭他，
既然如此，赛卡也不客气，准备对梅贝尔动手。两个人的动静吸引了路过的醉汉，赛卡面露不爽，梅贝尔扔出飞刀赶走了醉汉。再一回头，人已经消失了，而赛卡也没了睡意，决定跑去骚扰梅贝尔。他睡不着，谁也别想睡。看在今晚夜色不错的份上，他愿意听梅贝尔说说自己的苦衷，搞不好他就改变心意了。梅贝尔确信自己拿出真本事不会输给赛卡，因为他有不能输的理由。他再次拜托赛卡弃权，否则他无法手下留情。但不想赛卡直接说出了真相，梅贝尔就是阿米欧的替身，他的使命就是在这场大会上取得优胜，成为勇者，吸引魔族的注意。不过梅贝尔这么坚持获胜，应该还有其他的理由。赛卡表示，如果梅贝尔愿意告诉他，他可以考虑弃权。原来梅贝尔真正的任务其实是要死于斜眼剑士的剑下，让魔族以为勇者已经死了。如果洛克商会会将所有残留的奴隶之子培养成佣兵派遣出去，梅贝尔和凯尔都是商会培养的孩子，所以他才会拥有这么出色的战斗技巧。而对于商会来说，重要的是透过这场大赛测试凯尔是否成为一个完美的佣兵。想成为商会佣兵的人，必须的头盖骨开一个洞，将魔法刻印在大脑上，这样就能成为一个不受恐惧、愤怒等感情左右，彻底服从命令的完美佣兵。不过也会失去所有感情，彻底成为另外一个人。被带到商会作为佣兵的候补孩子们，会在培育所4人一组共同训练，每天形影不离的生活在一起。大人经常告诫他们要珍惜同伴，相互扶持。然而4个人中只有1个可以接受手术，直到杀掉从前真实的3位同伴，才算真正成为佣兵。这就是所谓的考核，而他就是凯尔必须杀掉的3位同伴中的最后一位。但他如此坚持也要进入决赛，并不是为了被凯尔杀掉完成任务，而是要杀了凯尔为他的哥哥报仇。死去的同伴中有一个是他的哥哥。赛卡说他撒谎，梅贝尔的哥哥不就是凯尔本人吗？他的红发其实是染的，眼睛的颜色也和凯尔一样。原来凯尔在接受手术之前曾告诉他，如果手术后他彻底变成另一个人，希望梅贝尔能亲手让他解脱。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赢凯尔，但他还是想试试看。不管是赢得胜利还是输给凯尔之后逃跑，他最后都会被商会处分，还不如完成哥哥的遗愿。赛卡听说这些话之后，突然说自己改变心意了，他要在决赛上打败凯尔。梅贝尔急了，赛卡根本都什么都不懂，况且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。赛卡让他回学校就好，只要有他在，就绝不会让任何人对梅贝尔出手，因为他可是最强的。而且如果要说梅贝尔的哥哥有什么愿望的话，他肯定是希望自己唯一的妹妹可以获得自由。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梅贝尔也不再争辩，他会在明天全力以赴将赛卡打倒。赛卡也表示自己会努力向梅贝尔证明他就是最强的。第二天，赛卡和梅贝尔的对决正式开始。梅贝尔放弃伪装勇者，拿出了自己真正的武器，一把巨大的铁斧。他坚信过着安稳日子的贵族子弟是不可能赢过他的。比赛开始的瞬间，梅贝尔挥起巨斧朝赛卡冲去，赛卡使用纸人替身瞬间躲避。梅贝尔挥舞巨斧就像单手剑一样轻松，应该是用重力魔法变轻了。两个人你来我往，赛卡用纸人将巨斧的重力提升了1000倍，巨斧重重砸在地上抬不起来。紧接着召唤出水银质的藤蔓，将梅贝尔牢牢束缚，随后拿起巨斧抵上梅贝尔的脖子。裁判立刻判定赛卡获胜，赛卡顺利晋级决赛，对上了凯尔。当赛卡提起梅贝尔，凯尔表现得非常冷漠，梅贝尔在他眼中只是必须要杀掉的人而已，这让赛卡非常不爽，让他在输掉比赛之后就和梅贝尔道歉。比赛开始的瞬间，赛卡立刻召唤夜莲，整座赛场瞬间被红雾笼罩，外面的人不能窥见分毫。赛卡先后使用鬼火和藤蔓，都没能使凯尔后退分毫。见对方无动于衷到这种程度，赛卡也只能叹气，召唤出牛鬼。面对如此怪物，凯尔仍然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，结果被牛鬼一锤砸成了重伤。赛卡一直认为能感受到恐惧是一件好事，如果凯尔有感情，就能知道牛鬼和他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，心里哪怕有一丝的恐惧，都不会挑起这场无谋的战斗。而就在凯尔战败之后，咒印瞬间遍布了他的全身，赛卡立刻布下结界隔开诅咒，但是已经太晚了，开始侵蚀的时候就已经对肉体造成了伤害。凯尔在濒死之际恢复了神智，拽着赛卡的手留下了对梅贝尔的遗言。凯尔的死深深激怒了赛卡，他试图用咒术复活凯尔，小雪吓坏了，一个劲地劝说赛卡三思，那个咒术太过招摇，他不是说这一世要隐藏自己的实力吗？他难道忘记了自己是为什么要转世吗？在小雪的劝说下，赛卡清醒过来，终止了施法。大会落下帷幕，赛卡以凯尔灰飞烟灭为借口成为了冠军，他拿到了优胜奖金，并拒绝加入禁卫队的邀请。之后，凯尔将遗体交给了梅贝尔安葬，并将凯尔的遗言告诉他。凯尔最后说四叶草的事他很抱歉。梅贝尔瞬间泪流满面，原来在凯尔接受手术之前，不小心弄坏了梅贝尔最喜欢的四叶草发夹，他们俩为此还小吵了一架。梅贝尔不知道今后如何是好，赛卡表示让他回到学校，他会解决好一切的。之后，赛卡除了将勇者之外的事情都告诉了阿米欧和伊法，阿米欧缠着梅贝尔还要再和他比一场。阿米欧无疑是个天才，他很快学会了在剑上施加重力魔法，成功打败梅贝尔，赢回了一局，表示从今天之后他来担任梅贝尔的对手。两个人随即握手言和。
回到学院后，赛卡去见了校长，表示自己已经救下梅贝尔这个勇者替身。校长对赛卡已经知道真相毫不意外，梅贝尔确实是为了对付魔族隐瞒阿米欧存在而准备的替身，但商会并不是将梅贝尔租给学校，而是直接卖给他们了。商会想利用大会提升自家佣兵的名气，认定梅贝尔会死在凯尔手里，只可惜偷鸡不成18米。校长很心疼梅贝尔，明明才华横溢，却总是露出一副尝尽世间所有不幸的表情。为了让梅贝尔在活命的前提下输掉王牌，所以校长才会派出学校王牌，也就是赛卡出手。之后梅贝尔将红发染了回去，可惜却成了每天都被学习折磨的学渣，读书简直比杀人还可怕。第2年的学院生活很快结束，暑假即将到来，赛卡被临时派去阿斯蒂利亚王国调查龙。阿斯蒂利亚王国的议员委托他父亲进行调查，不过他的家人都在忙，任务就落到了赛卡头上。阿米欧和梅贝尔也想去，不过两人都还要回家见父母。就在这时，阿斯蒂利亚王国第1王子塞利西欧来到餐厅寻找赛卡，并且还对伊法一见钟情，当场单膝跪地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后宫，成为他的妻子之一。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伊法赶紧以他是赛卡的奴隶为由拒绝了王子。然而王子恋爱脑严重，二话不说就要让赛卡开价买下伊法，还是他的近侍利泽开口制止了王子。几个人换了个地方进行密谈。关于阿斯蒂利亚的龙，据说它是由王妃从蛋里孵化出来的，几百年前就一直住在那块土地上，与人类共同生活。过去也曾和祖先一起对抗敌军，不过最近1年，那条龙变得有些奇怪，开始攻击田地和家畜，损害也在一天天的增加。王子希望赛卡能跟他一起前往调查，说着又邀请伊法一起共进晚餐。会谈结束后，赛卡被阿米欧和梅贝尔拽进小树林，逼问他是不是真的要把伊法交给王子。赛卡当然不会，但如果伊法愿意，他也不会阻拦伊法进后宫。这样两个妹子非常无语，说什么都不让赛卡将伊法提起这件事。2天之后，赛卡和伊法跟随王子的车驾离开了学校。赛卡在马车上痛不欲生，又听见伊法说王子邀请他共乘1辆马车。不过伊法认为王子不是真想邀请他进后宫的，但如果是真的，他也觉得有些开心，这让赛卡心里有些不爽。9天之后，他们抵达了阿斯蒂利亚王国的首都。赛卡一下马就看到天空盘旋的龙，巨龙在他们面前低空掠过，导致马匹受惊。这时一只熔岩虎被召唤出来扑向巨龙，巨龙轻松躲过飞入森林，但没想到熔岩虎居然失控地朝着伊法扑去。赛卡立刻使用冰柱拦住熔岩虎，将对方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。不过还没等他动手，就有召唤师将熔岩虎收了回去。王子跑过来生气地质问佣兵团团长泽库特，他刚才差点伤到了从帝国来的贵客，但泽库特一脸的无所谓，这不是因为王子不在的期间情况有变吗？这几天巨龙变得很紧张，甚至都开始攻击人了，而且他也看不起贵族出身的赛卡。赛卡不明白王子为什么要雇佣佣兵，结果王子却说他要讨伐巨龙。如今只剩下这一个办法解决眼下的事态。赛卡想劝王子重新考虑一下，熔岩虎还不足以对抗龙，甚至会导致龙离开这里去攻击其他国家。泽库特一看赛卡看不起他，两人当场吵了起来。王子劝走了泽库特，赛卡却把矛头对准了他。王子讨伐龙这件事根本没有得到女王和人民的认同，王子却说首都的首长是他，这事儿已经全权交给他负责了，让赛卡不要干涉他国内政。既然如此，赛卡也无话可说，转头训斥起了伊法。刚才熔岩虎逼近的时候为什么不使用魔法？难道吓了一跳就要白白送死吗？他不可能随时都在伊法身边，要是他再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他可以使用魔法，甚至逃跑或者寻求帮助，必须有所行动，是他对伊法唯一的要求。伊法被训斥的眼泪汪汪，赛卡也知道自己严重了，遇到危险谁都会因为害怕动弹不得，但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人敲醒他，他就会一直愣在原地。赛卡就曾经看到他的师兄在眼前被妖怪吃掉，他不想让伊法也经历这种事。隔天，赛卡和伊法来到图书馆，开始调查关于龙的资料。根据文献记载，阿斯蒂利亚龙是在数百年前诞生的。虽然无法确定龙和传说一样是被王妃孵化，但它确实来到这里和人民一起生活。之后，另外一条龙也来到了阿斯蒂利亚。2条龙一起住进了山上的巢穴里。50年之后，2条龙开始变得奇怪，它们不仅攻击走碎的家畜，还对外来的人类进行威吓，和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。那是因为它们生下了孩子，孩子成年之后就离巢了。100年前，母龙自然死亡，唯一存活下来的就只有一只公龙。这次的行动应该和育儿无关。赛卡说他要去龙居住的山里看看，实际到现场近距离观察才是最好的方法。当然，伊法要留在这里。深夜，伊法突然找上赛卡，刚才突然有女仆说王子殿下找他过去，伊法被吓到了，不敢待到自己的房间，于是跑来和赛卡一起睡。赛卡问他是否考虑进王子的后宫，让伊法不要顾虑自己，尽管说。结果伊法还以为是赛卡不要他了。赛卡劝说伊法，毕竟王子的后宫也是一件很光荣的婚事，虽然伊法离开会让他寂寞，但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道路。伊法失落地表示自己会考虑，就和赛卡道了晚安。第2天一早，伊法已经不在了。小雪钻出来，觉得赛卡昨天说的很过分，就算是他都看得出来，伊法从小就一直爱慕着赛卡，但赛卡却想让他进另一个男人的后宫。
之后赛卡找到王子，问他昨晚找伊法什么事。王子说他只是想跟伊法聊聊，并再次恳求赛卡将伊法转让给他。赛卡果断拒绝，除非伊法自己答应。之后他提出要去龙居住的山里看看，可能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，希望王子不要对伊法做多余的事。但在赛卡离开之后，先找上伊法劝说他加入王子后宫的就是王子的近侍丽泽，而伊法居然是精灵一族的后代。他问伊法真的甘心继续当赛卡的奴隶吗？他问伊法确定要待在赛卡身边吗？那个少年可是个怪物，所有精灵都对他敬而远之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魔力，而是在刻意避开他，就像是在厌恶魔族一样。丽泽认为伊法应该远离那个危险的主人，说着邀请伊法去后宫转转。另一边，赛卡在山中找到了龙巢里的巨龙，巨龙一见到他就非常凶悍地发起攻击，赛卡游刃有余地躲过，召唤出大王将巨龙禁锢在原地。而在他的龙巢里居然还有一颗巨大的龙蛋。传说中记载这条龙是雄性，自然界中有不少为了繁衍从而性转的例子。这条巨龙估计也是在配偶死后自动转化为了雌性。于是赛卡开始帮助巨龙翻面孵蛋。阿斯蒂利亚王妃孵出龙蛋的传说或许是真的，而在赛卡开始动手孵蛋后，巨龙突然老实了起来。丽泽将伊法带到了王子的后宫，后宫可不只是王后和嫔妃爱恨交织的情感剧场，这里有很多负责传道授业的教师，专门培养女性官僚的机构，这里的学生将来很多都会参与国政，历代王妃都出身于此，所以王子才会一眼相中伊法。比起后宫，更加像个女子学院。王子的母亲是位非常贤明的女王，智慧果断，为民拥戴。王子的内心深感不安，不知能否和女王一样大有作为，所以才会在巨龙这件事上急于求成。在物色王妃这件事上也很青涩，但他并不是坏人。丽泽再次询问伊法是否愿意成为王子的贤内助，发现赛卡可以帮忙带娃之后，新带的巨龙直接把龙蛋交给了赛卡照顾，自己躺在一边呼呼大睡。赛卡累得不行，本来还想回去报告巨龙没有危险性，但却被巨龙圈着不让走，殊不知自己家都快被偷没了。王子居然不顾伊法的意愿，找来奴隶商人，强行给他办理了脱籍手续。王子越过伊法的主人赛卡，向官厅支付了赎金。如果赛卡不同意，他还会动用王族的权力强行买下伊法。他从丽泽那里听说了赛卡的事，他不能让伊法待在这么危险的主人身边。见伊法仍旧不愿意脱籍，王子很疑惑，身为奴隶，生杀予夺都被捏在别人的手里。伊法坚定地表示，即便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关系，他想做什么都是他的自由。然而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他的意愿根本就不重要。王子让侍卫控制住伊法，强行让他在文书上摁下手印。伊法想要反抗，却被丽泽用结界封印了能力，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他好。而就在丽泽准备让伊法摁下许手印时，巨龙突然出现，一头撞碎了结界。随后赛卡从巨龙头顶出现，轻描淡写地表示他和巨龙成为了好朋友，他现在需要一个会使用火魔法的人和他一起孵蛋。说着，赛卡向伊法伸出手，伊法毫不犹豫地奔向赛卡，他还是决定和赛卡一起走，因为那是他喜欢的人。两人骑着龙来到龙巢中，一只熔烟虎突然扑向他们，赛卡用冰柱将其禁锢，紧接着以泽库特为首的佣兵团出现。泽库特诓骗王子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龙蛋。区区两个小屁孩，泽库特完全没有放在眼里，他指挥熔烟虎要把两人烤熟。然而还没等赛卡动手，一股水柱突然狠狠将熔烟虎掀翻，居然是伊法动的手。伊法坚定地表示，他绝不会再被吓到手足无措了。泽库特愤怒不已，再次指挥熔烟虎和手下发起攻击。就见赛卡轻轻一挥魔掌，汹涌的火焰瞬间将熔烟虎吞得连灰都不剩。面对世界上最强魔法师和巨龙的强联手，佣兵们吓得四散奔逃，可惜都逃不出赛卡的手掌心。伊法动手烧掉了泽库特的魔法书，将这群歹徒带到了王宫，交由王子审判。赛卡报告了自己的调查结果，巨龙性情大变，是因为孕育龙蛋的缘故，他被接纳是因为帮忙孵化龙蛋。就此看来，王妃孵化龙蛋的传说是真的，对龙而言就像是家人，人类的后代亦是如此。所以龙守护了都城人民数百年，王子应该向龙报恩才对。如果能帮助龙蛋孵化，龙又可以和王国的居民成为一家人。但即使赛卡都这么说了，王子仍旧执迷不悟，执意要讨伐巨龙。他作为大王子，一定要在这座城市留下功绩。既然赛卡不愿意帮忙，王子就要以赛卡实现魔法产生异动为由，要将他拘留。说着，他又向伊法伸出手，要伊法抛弃赛卡，来到他的身边。这一下赛卡是彻底的愤怒了，他一把拍开王子，将他大骂了一顿。不管王子的话有多荒唐，因为事关国政，他都可以保持沉默。但他干出如此蠢事，居然都是为了伊法，他本身就太过急功近利了。比起女人和功绩，他最应该想想的是自己应尽的职责吧。他是绝对不会将伊法交给王子这种蠢货的。王子都被骂懵了，李泽却突然哈哈大笑，制止了王子的荒唐行动。他单独叫出伊法，问他是不是已经爱上了赛卡，说着送给了伊法一些光之精灵，他希望伊法能够获得幸福。回程的路上，伊法将自己是精灵后裔的事告诉了赛卡。赛卡问起伊法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伊法照着赛卡的性格说了一堆。
赛卡听完之后想了想，伊法的要求好高，这理想型不太好找啊！我和你是个榆木脑袋呀，少年。回到学院后，赛卡突然提出让阿米欧去见他的父母，话一出口，伊法都吓掉了。难道要去见父母结婚？赛卡赶紧解释，他春假要回家一趟，父亲想见见全属性都适配的魔法剑士，还顺便邀请了梅贝尔一起。其实赛卡并不想回家，因为他家里来了一位大人物。想要见他和阿米欧的也是那位。虽然赛卡已经强大到可以无视这种要求了，但如果随意特立独行，就会重蹈前世的覆辙，想要圆滑的生存下去还真难。一行四人回到了赛卡家，大哥鲁夫特已经成长为了出色的领主继承人，而变化最大的还是他二哥格雷。本以为是个推动前期剧情的炮灰工具人，没想到到了帝国军之后，混得那叫一个如鱼得水，现在已经是一名合格的骑士了。他也没想到自己这么适合军营生活，但是他还没忘记赛卡愚弄他的仇，今天说什么都要再和赛卡一决胜负。一听这位二少就是欺负伊法的人，阿米欧主动站出来代替赛卡比试。赛卡表示阿米欧的剑法在他之上，如果格雷赢了再来和他比试。他想着阿米欧身为勇者应该能轻松取胜，阿米欧的剑术确实是比格雷厉害，却不想格雷居然用魔法佯攻使诈，气得阿米欧骂他卑鄙，要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是不可能的。格雷嚷嚷着要和赛卡履行约定，这时一个蓝发少女走了过来，想要见证决斗，而且她断定了格雷不可能赢。格雷当场撂下剑，不比了。而这位少女居然就是圣皇女菲欧娜。圣皇女是在帝都侍奉巫女和皇帝生下的孩子，继承了巫女和皇室的血统。菲欧娜来此就是为了见阿米欧。阿米欧不仅全属性魔法适配，而且剑术出众，就像是传说中的勇者一样。阿米欧被夸得小脸通红，看样子菲欧娜是知道阿米欧是勇者的。菲欧娜还很喜欢赛卡，想让格雷和赛卡一起做他的圣骑士，提出在回王城的时候赛卡能够随行。之后一家人一起吃了顿晚饭，菲欧娜非常亲和，和席上每个人都相谈甚欢。看着赛卡，伯爵心情复杂。他的管家是伊法的父亲，对于伯爵将伊法送到赛卡那个禁忌之子身边，管家一直颇为不满。伯爵本来也很担心，但是听说赛卡在学校成绩优异，也没惹出什么事端，伯爵也渐渐接纳了赛卡，甚至连从未搭理过他的伯爵夫人都对赛卡表示了关心。到了房间后，小雪表示她不喜欢菲欧娜，赛卡表示理解，因为他前世的夫人也是这样的性格。小雪一听有瓜吃，可惜还没来得及让赛卡展开说说，阿米欧突然推门而入，把赛卡吓了一跳。深更半夜一个女孩子跑到男人的卧室，实在有点不太好。阿米欧并不在乎，他问赛卡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，他准备回家继续当冒险者。赛卡表示他们不是已经约好了要一起冒险吗？他也准备当一名冒险者，不过他对冒险者并不了解，还需要阿米欧多教教他。阿米欧欣然同意，两个人再次约定之后要一起去冒险。阿米欧小鹿乱撞，丝毫不知赛卡在他身边只是将他作为隐藏自己实力的保护伞。第二天，伊法留在宅邸工作，赛卡等人带着菲欧娜出门逛街。菲欧娜为了玩得尽兴而撤下了随行的士兵，护卫的职责就落到了赛卡和格雷身上。来到集市之后，为了不走散，菲欧娜主动牵起赛卡的手。不过她这打扮在这里还是太显眼了。她问赛卡怎样才能和别人变得亲密。赛卡表示，在故事里，同伴间救人和被救都会让关系变得亲密，救人于爆头和魔手之手就会产生爱情。菲欧娜表示，迄今为止她都是自己克服了种种障碍，所以很憧憬得到别人的帮助。没想到言出法随，很快就发生了意外，建筑工地的吊木材的绳子断裂，直直砸向下面的菲欧娜。格雷和阿米欧反应迅速保护了菲欧娜，但菲欧娜却因为赛卡没有出手而闹了脾气，事情闹得有些大，周围人都围了过来。格雷提醒他们该回去了。临走前，赛卡在小摊上买了一条扎头发的丝巾送给了菲欧娜，成功哄好了这位圣皇女。而在回去之后，格雷却告诉赛卡，他之所以被选为圣骑士并非自愿，而是菲欧娜有意传播出去的。别看菲欧娜温柔随和，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。他之前被强行软禁，逃脱之后便以圣皇女的称谓声名远扬，甚至成为了继承人的人选之一。因为他能够预见未来，菲欧娜的母亲是神域母女，据说在生下她时预言了勇者和魔王的诞生。阿米欧是勇者的事已经不是秘密，他警告赛卡不要陷得太深，毕竟菲欧娜的目的可是帝国的未来。为了不让圣皇女成为他的威胁，赛卡一直躲避对方的亲近。阿米欧被从树丛里冒出的赛卡吓了一跳，他去找格雷切磋，居然没打过人家，这让赛卡有些不可思议。阿米欧明明是勇者，得知赛卡在躲着塞琳娜后，阿米欧劝他去陪陪人家，毕竟他们明天就要启程了。塞琳娜最近在阳台一个人下战棋，看上去很寂寞的样子。赛卡一听有道理，于是主动找上塞琳娜陪他下棋。战棋赛卡只是初学者水平，为此塞琳娜让他好几手，还和赛卡打了个赌，输家要无条件听从赢家一个请求。赛卡欣然同意。对战过程中，塞琳娜问赛卡觉得这世间最强的棋子是什么，赛卡的回答是在战场上无法被讨伐的政治家。塞琳娜的想法和赛卡有些不同，他认为最强的棋子是人民。虽然在大多数时候，人民只是一群饱受剥削的无力之人，但国王和政治家没有生产力，就会一昧的以课税之名去窃取人们的劳动成果。
没有税收就没有政治家，所以人民永远无法被消灭。再加上人民还拥有压倒性的多数力量，所以塞琳娜才会积极地向民众宣传自己的存在。她手上的妻子既不是国王，也不是圣骑士，而是谁都不会注意到的广大人民。人民论这一套算是让她玩明白了。揭晓到一半，塞琳娜突然声明，最终胜利的人会是她。赛卡已经知道她用未来式看到了结局。其实，在格雷告诉他赛里拥有未来式之前，赛卡就已经有所察觉了。不管是格雷会在合着的比试中落败，还是当时建材掉落的事，其实塞琳娜一直很苦恼该如何向赛卡解释。就算能看见什么，未来也并非永恒不变的。上庭并没有赋予人生任何意义。当他认识到这一点后，就决定不再乖乖任人软禁，而是要靠自己的意志活下去。目前的棋局，塞琳娜只要再下7手就能获胜。对此，赛卡也只好干脆认输。塞琳娜知道自己仍旧没有取得赛卡的信任，如果要取得一个人的信任，至少应该说出自己的弱点或者真心话。于是塞琳娜向赛卡暴露了自己的弱点。她从小就很害怕吃炖菜，尤其是冬天有暖炉的房间里，害怕肚子里的小麦粉在靠近暖炉后会变成面包膨胀起来，所以每次吃完炖菜，她都会飞快地跑到冰冷的房间里。赛卡听得哈哈大笑。接下来是塞琳娜的真心话，她表示自己的目的是想要救人，但是更多的她无法透露，因为会导致未来顺着非预期的方向改变。这次来见阿米佑也是他计划中的一环。赛卡反问塞琳娜做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所期望的吗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于是赛卡笑着表示他会为殿下加油。塞琳娜取走一颗黑棋，他也会好好考虑向赛卡提出什么要求。而此时的王都城外，一对山贼被魔族残忍的杀害，魔族嚼着人肉吃得津津有味，其中有最强的鬼人穆德，驯兽师罗尼，邪眼使者利亚，恶魔加尔，以及能看穿对手实力的队长佐德。这些人全都是魔族的精英，他们跋山涉水从魔族出发，为的就是消灭勇者。很快赛卡已经人到启程的时候了，大哥鲁夫特依次和大家告别。赛卡一坐上马车就开始生不如死，异常沉默，一边应付塞琳娜，一边就是飞鸟观察整个车队。他问格雷作为小队长待在车里没问题吗？格雷表示他要贴身保护塞琳娜，而且就是为了防止意外才带了这么多人，就算出了问题也能一边守护神皇女一边指挥。赛卡换了个话题，他们这个国家的山贼集团大概有多少人？话音刚落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前方用来伪装的空马车遭到了袭击。赛卡跃上车顶，瞬间就成了埋伏在车队周围山贼们的靶子。赛卡召唤磁流云，弹开了所有射向自己的弓箭，慢吞吞的念咒的魔法师也构不成威胁。与此同时，格雷也开始带着骑士们反击，这群山贼完全不成气候落败。塞琳娜拜托赛卡将人全部活捉，等前方马车里的阿米有几人折返回来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明明有军队护卫，还是遭到了山贼的袭击，这事怎么看都有些蹊跷。塞琳娜把赛卡叫去单独谈话，这次袭击明显是他的政敌安排的。活捉之后查出雇主是谁，对他来说轻而易举，而且他早就预料到这次袭击才会多备马车装人。赛卡提议不要将他们全部带走，防止他们挣脱束缚奋起反抗。塞琳娜却表示他们不会，因为乖乖等待下一步袭击才是上策，但下一步袭击根本不会到来。蝴蝶扇动了他的翅膀，其他袭击者的命运早已注定。几日后，众人有惊无险到达了王都。塞琳娜在城门口向大家告别，她一直没有什么同龄的玩伴，所以这段日子玩得很开心，这是她的真心话。她永远都是赛卡的同伴，唯独这件事，她希望赛卡不要忘记。与此同时，魔族小队已经接近目的地，他们约定好，等打倒勇者完成目的就一起回到故乡。行了，旗子插起来了，你们这群人必定死得很惨。魔法学院即将开启新学年，赛卡被校长任命为开学典礼的在校生代表上台发言，小学有些担心他会因此大受瞩目。赛卡最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他前世以那种凄惨的方式死去，导致他如今变得有些胆小了。其实根本没有刻意找一个人代替自己成为最强。当然说这些并不是他后悔阿米尤他们相遇，他很期待之后的冒险家生活，不是像过去那样神经兮兮的担心自己太过招摇，而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下去。小学问他，面对如今即将逼近的敌人，他是否会选择不去应战，而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溜之大吉呢？对此赛卡表示他会想办法去处理的，而且处理这种事情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。魔族小队终于到达了王都，这里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城市，只是学习魔法的人稍微偏多，没有狩猎怪物的精锐冒险家，也没有帝国军的精锐部队，再加上勇者只是个孩子，没有人能对他构成威胁。但不知为何，佐德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将其归结为压力过大产生的幻觉。转头和队友们拟定作战计划，首先他们从学院的4个方向借学生们赶到中间进行杀戮，一旦发现有疑似勇者的人，就用专斗联络道具进行联络，就算没有找到勇者，引发骚乱一定能将其吸引出来。完成任务后一起回到家乡去，其插1遍不够，还要插2遍，提前为你们默哀，塞门。大家都觉得一切会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在学校里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地狱。
加尔用传送魔法将小队送入学院，落地之后才发现学院到处都弥散着不祥的红色浓雾，校园里也是异常的寂静。加尔很快发现了朝他走来的2个学生，毫不犹豫对他们发起了攻击。然而走近之后，眼前的场景是让他吃了一惊。罗尼和利亚边走边聊天，他们在故乡都是首屈一指的高手，可惜强弱的能力在和平世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他们都迫不及待想要打败勇者，挺胸抬头回到故乡。前方突然有人影穿过，罗尼放出2只狼前去追杀，冲进浓雾中却没了动静。等回来时，狼嘴里正叼着一个奇怪的东西。穆德则是遇到了梅贝尔，以为对方是商会派来追杀他的杀手。梅贝尔挥舞着大斧，丝毫没有手下留情。2个人进行了一番激战，面对运用全属性抗性的穆德，梅贝尔还是落下风。就在他被先飞武器巨锤朝他当头砸下的瞬间，穆德惊讶地发现梅贝尔居然原地消失了，只在深坑留下了一个小纸人。魔族小队都被刻意引导到了一处地点，他们所有遇到的人类都是用符咒变的，根本没有一个真人。傻子也看得出来这是异常的事态，佐德当机立断选择撤，但是为时已晚。不祥的歌声响起，赛卡以悠闲的姿态出现在他们上方。没错，这附近的人影全都是他的式神，不过只有穆德预示的梅贝尔是真人。那孩子很强对吗？穆德非常兴奋，他能感觉出梅贝尔不是寻常之辈，他还要和对方比试。然而话没说完，穆德的脑袋突然滚落在地。赛卡有些惊讶地拿起手上断了头的符咒，对咒的耐心也太差了吧！以前遇到盗贼首领，在吃了他这一招之后，还能在脖子流血不止的情况下反击呢。利亚飞到赛卡面前，张开斜眼试图将他咒死。虽然魔族的斜眼要比人类强上很多，但对赛卡丝毫不起作用。他召唤出一只双眼被封住的白蛇和利亚对峙，在看到白蛇的瞬间，利亚痛苦地捂住心脏，血液乱翻，摔在地上停止了心跳。白蛇的眼睛虽然被封住，但他鼻子附近的感应红外线就能成为第3只眼。一只魔蛇拔地而起，可惜还没碰到白蛇，就在斜眼的作用下当场去世。罗尼从魔师身后跃起，试图驯服白蛇，白蛇停止了攻击，似乎确实将他当成了同伴，但佐德却突然惊恐地大喊着快逃。下一秒，罗尼就把白蛇一口吞噬，居然想驯服由人类怨念凝结而成的妖怪。赛卡对此报以嘲讽，对方不费吹灰之力就杀死3名同伴，佐德惊恐不已。赛卡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不同寻常的气息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妄想挑战那个怪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加尔想要偷袭赛卡，为佐德争取时间逃走，但佐德却让他快逃，活下去，向同胞们传达这件事。魔王已经诞生了，而他正是赛卡。赛卡知道他们是来打倒勇者的，不过他们可不能接近阿米优，因为他会负责守护勇者。此话一出，佐德更是全身止不住的发抖。魔王以最糟糕的形式诞生了，最可怕的魔王站到了人类那边。佐德催促了能使用转移魔法的加尔快逃，不要白费了大家的觉悟。赛卡已经不想再跟他们浪费时间了。汹涌的岩浆朝着2人倾泻而下，佐德的抵抗就如同螳臂挡车，他们所在的地方瞬间被毁灭殆尽。众生的加尔趁机逃走，赛卡居然是魔王，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事？然而他从踏入学院的那一刻就注定逃不出赛卡的手掌心，胸口凭空出现一道致命伤。加尔至死都不知道那个魔王到底是怎样的人。至此威胁全被解除，只用人形符咒就有如此大的威力。小雪被吓得瑟瑟发抖。梅贝尔突然跑过来问他有没有见到商会派来的刺客，他知道刚才是赛卡救了他，害怕对方没找到他之后会去袭击别人。驱除邪人的咒术对于用强烈目标的人没有效果，看来梅贝尔很久之前就一直在戒备着商会派来的刺客。赛卡让梅贝尔放心，那不是来暗杀他的刺客，而是针对阿米优的。如今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今天开学典礼如期举办。1年前是阿米优作为学生代表致辞，不过因为恶魔的捣乱没能讲完，他丝毫不知道那场袭击是冲着他来的，也不知道几天前还发生了同样的事。而就在赛卡为今天的致辞做准备时，骑士团突然冲进大堂，要以杀害魔族派来造访学院的特使为由，以叛国罪将阿米优抓捕归案，甚至连生命的机会都不给他。赛卡拦下想要出手维护阿米优的伊法和梅贝尔，安慰阿米优不用担心，他是被冤枉的，一定会平安无事。阿米优被带走后，赛卡就让校长确认情况，魔族确实来到了学院，但究竟是谁杀的，大家心知肚明。赛卡认为帝国只是想找个荒谬的借口除掉勇者，帝国并非上下一心。为了救出阿米优，校长已从多方面向宫廷施压周旋，让赛卡耐心等待消息，不要去做鲁莽的事。但赛卡却反问他，鲁莽的事指的是什么？他真的能保证阿米优在死于非命前将人救出来吗？他自然明白校长为了救人已经尽心尽力了，但是他绝不会坐以待毙。赛卡表面上安慰伊法和梅贝尔不会有事，让他安心等待。深夜则独自召唤出角龙，打算实施营救计划。小雪认为赛卡想要在这一世圆滑的活下去，应该放弃救阿米优，因为这次为敌的对象是掌控整个国家的人，如果被盯上，难免会重蹈前世的覆辙。赛卡表示那又如何？勇者只有一位，目睹他力量的人让他们消失不就行了？赛卡心意已决，小雪也不再多言，只是他不明白此时的赛卡为什么这么生气。拯救龙来到皇城之后，赛卡立刻撒下无数式神找到阿米优的位置，他堂而皇之地降临到皇城中，一路将围堵他的骑士团成员全部屠杀殆尽。
赛卡在地牢里找到阿米尤，要带他逃离这里。阿米尤害怕赛卡和他的家族会因此惹上麻烦，就像赛卡安慰他一样，却说赛卡赶紧离开，他不久之后就会被释放。但赛卡却说他回不去的，因为他是勇者。阿米尤是传说中数百年诞生一次和魔王一起转生的人类英雄，他因此有了被杀的动机。无论在哪个世界，拥有力的人都会被庸人所恐惧、所排斥。阿米尤继续留在这里，只会被谋杀。只是赛卡突然察觉到了什么，一道攻击甩向暗处的人，来人正是他的二哥格雷。见此，赛卡笑着问格雷要不要和他决斗。圣皇女菲欧娜从格雷身后走来，表示没有那个必要。赛卡知道菲欧娜已经预知到了这个未来，他问菲欧娜是来给他一个说法的，还是让外面待命的废物来对付他的。菲欧娜表示，派出骑士团只是为了警戒，他明白和赛卡动手有多不自量力，只是希望赛卡接受他的提议。赛卡反问菲欧娜为什么要杀阿米尤？明明存在魔族这样明智的敌人，却要放弃最大的优势。这里曾经只是一个小国，和魔族的战斗只能用国民作为战力，而此时出现了能够手持圣剑和魔物战斗的勇者，简直是希望的化身。但如今的帝国和魔族都拥有了强大的军备，勇者和魔王都已经过时了，仅凭勇者一人连一座城市都攻不下。勇者不仅派不上用场，他的出现本身还成为战争的火种。如今就算是魔族也不愿意再起战争，他们不断派出刺客刺杀勇者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。魔族并不是要在斗争中占据优势，而是要消灭战争的火种。而且因为赛卡的出现，阿米尤不可能成长到如昔日的勇者一样强大。勇者的强大是要历经磨练和强大的敌人数次死战才能实现的。而为了他能够攻入皇城的赛卡，是绝不会允许阿米尤陷入这样的险境中。如果赛卡执着于勇者是利用他强大的实力，那结果必不会如他所愿。赛卡反问菲欧娜究竟想要表达什么？如果不能如他所愿，他就应该见死不救，冷眼旁观阿米尤以和平之名去赴死吗？菲欧娜表示，这个结果并非他所希望的。许愿盆的人正在为了保护阿米尤而行动，他也正在这么做。而他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赛卡暂时退让，他保证会让阿米尤平安的回到学校，而赛卡也不会因为今晚的事被问罪。赛卡这才明白，菲欧娜之前见他跟阿米尤就是为了在此刻提出这个要求。菲欧娜提起了和赛卡下战棋时那个约定，他想要赛卡在此时履行。赛卡问菲欧娜究竟有什么值得他相信，菲欧娜无言以对。他最终还是让格雷解除外面的警戒，带着赛卡阿米尤离开了地牢。他早就在门口准备好了马车和行李，让他们去卡拉纳自由都市。阿米尤将身上的毯子还给菲欧娜。原来在牢里的时候，菲欧娜和格雷来过一次，保证一定会让阿米尤平安离开。赛卡向菲欧娜道歉，虽然那个约定是戏言，但约定就是约定，他既然食言，总是要做出一些补偿。说是赛卡发动强大的咒术，将皇城的一切恢复原状。结果菲欧娜更加头疼了。他原本还想用强大的魔族袭击当借口收拾残局的，直到坐上马车，阿米尤仍旧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勇者，还注定无法变强的？不过比起解释，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比较重要。军舰赛卡一脸凝重地询问阿米尤，知道该怎么启动马车吗？赛卡阿米尤走后，菲欧娜的影子里出现两只奇怪的眼睛，问他赛卡究竟是何方神圣。菲欧娜表示，赛卡是这次的魔王，魔王会保护勇者，简直是匪夷所思。眼睛问菲欧娜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他从小的时候一味没使用自己的力量，就是想见到赛卡。赛卡总是为了保护他人而不得不出手，即便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灭顶之灾，因为他就是这么亚萨西的一个人。虽然只剩最后一年，但他们到底还是退学了。阿米尤倒没有多后悔，他本来就是要去做冒险者。遗憾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没有听到赛卡的致辞。之后，菲欧娜给伊法和梅贝尔写了封信。等到赛卡、阿米尤日夜兼程来到拉卡纳，伊法和梅贝尔已经到达了。再次相逢的四人即将踏上冒险者的道路。最强阴阳师的异世界转生记完结撒花。